这些看着像修车一样的姿势，其实是在搭乐高。选手们要在桌子上下搭出一个2层的作品，简单，就是搭地上和地下呗。那横跨地上地下最有名的东西是什么呢？胡萝卜。金发组的计划很有意思，农夫和兔子正在抢同一只萝卜。Rabbits, man, pest. 这里管野兔叫害虫，是因为澳洲有上百亿只野兔，澳洲人为了消灭兔子，轰炸机都用过。这是他们迄今为止做过最大也最难的模型，光农夫就有人半个身子大小。金发组一直热衷挑战难度，也因此他们的搭建就没有顺利过的。But then... Oh, no. Is that you? That's not good, Trent. 但最后总算赶在12个小时内完成了。老农夫正用力拔一颗顽固的萝卜，然而他不知道自己拔不出的原因，其实是地下的一只兔子正在和他抢萝卜。农场旁边禁止兔子的标示是给兔子看的吗？其实这个作品的比例有大问题，兔子就好像被长发老哥那边的地下核废料感染了，赶上半个农夫大了。虽然这个作品整体看着不够精致，其实这种大型人物很难塑造，也很难固定。只论难度，应该是和长发组的巨虫城市不相上下的，但金发组的短板就在比例把控和细节处理上，可能评委就是喜欢他们钻研难点的镜头，还是给了个第2名。前面几期评论里说，在桌子上下搭啥的都有，什么 EVA 的地下都市啊，天堂和地狱，沉默一半的泰坦尼克号，还有说黄金矿工的。不过这一集的夫妻组还真搭了个挖矿的故事，上面是采矿探险队，他们在考古挖掘矿石的过程中，不小心打开了地下的恐龙世界。Underground, flying. Yeah. Pterodactyls would be above flying through the sky, wouldn't they? 翼龙在地下飞，这个想法还是挺有趣的。然而，正当妻子调整地下世界的模型时 Silly Drew. Oh, the Tim, bridge. I broke the bridge. Okay, I'll fix that. You just figure out something else to do. 就问你们学会了没有？看看夫妻俩是怎么处理故事的。勘探队将一位考古学家放进下面的洞穴里，然而这位勇敢的考古学家不会想到的是，地下世界有只巨大的红色翼龙准备扑过来抓住他。夫妻组作品的优势依托于上层的细节和翼龙故事的设计，缺点在正面太空旷了，和其他组比起来整体难度较低。评委其实很喜欢这种细节丰富的作品，实话说，总体比金发组搭的好一些，但介于难度上，第2名还是给了金发组。这钻桌子底下搭建乐高，像我这种1.88米的，不是自带 debuff 吗？又或者来个白发老爷爷在桌底下按砖，顿时就有种节目组不当人的感觉。街友组刚好就是这么个组合，他们的计划也很有意思。正在游泳的女人遇上了鲨鱼，但往桌子底下看，其实是个熊孩子装的。看这一脸就知道用乐高做人物模型多难了。这人害怕可能不是看着鲨鱼，是看着镜子了吧？这期基友组启用了第1集迎来的小胖砖，召唤上季乐高大师季军兼跑步冠军小胖，帮他们跑腿拿砖。Such an advantage. 12个小时过去了，来瞅瞅成品。这个作品做的最好的地方就是透视，近大远小，拿捏到位。 Personally, I think it's one of the best things we've ever made. 这就拉倒吧，他们之前每一期搭的都比这个好看，而且最致命的一点就是他们跑题了。这期主题叫上下两面，可他们桌子下面也没东西啊。不过开头也说了，这俩人搭桌底确实也不容易，但该淘汰还得淘汰。估计是看他们前面表现一直很好，手里还有小金砖的面子上，评委最后还是淘汰了另一组。 Unfortunately, Jen and Jody, it's time to say goodbye. 等会儿暂停一下，光听他们这个创意，我就不信能被淘汰。姐姐组准备在桌子上面搭建圣诞老人的小屋，下面做准备礼物的工作室。妹子搭建的作品总是有很多精致迷人的元素，方头仔圣诞老人、雪橇、小麋鹿。Work is never done, so 所以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成品了。这个最后被淘汰的作品到底是啥样的？圣诞工作室里的精灵们正在忙碌地制造圣诞礼物，中间写着距离圣诞老人出发还有42分钟。这也是乐高大师目前唯一出现过的剖面模型，干净精致，小而美。如果能出套组，这真是本集里我最想买的一套了。妹子们的色彩应用和创意都是大师级的，而且对基础砖块的理解很好。缺点在上下2层故事没有衔接好，故事完整性差了一截。其实如果能做成雪橇和驯鹿飞越地面的场景，这个作品估计要从倒数第一直接跳到第一。不过你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？让我们回到开头的暂停处。 Or do you? Do you have to leave? 卷帘门一开，钻进来的是前面被淘汰的但人气一直很高的塔王组，将和姐姐组进行一场复活赛对决。